Briefing 1. 在迷雾缭绕的维多利亚港，1860年的一纸条约静静改写了东西方的命运。大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屈服，将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这不仅仅是土地的失去，更是东方巨龙的一声叹息，预示着帝国的衰落与列强的兴起。九龙的割让不只是地图的改变，它开启了香港的独特地位，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英国的影响逐渐渗透，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影响力远超其本身的地理大小。随着时间的流逝，九龙的割让被后世视为东方世界接轨国际社会的起点。这一刻不仅仅是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展望。如今，香港的一国两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九龙的故事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波澜壮阔。Briefing 2. 1896年的春风中，帝国的命令如同翱翔的信鸽，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光绪帝的一纸圣旨点燃了大清邮政的灯塔，这不仅是中国邮政事业的开端，更是中国现代通信史上的里程碑。在那个信息传递依靠马蹄和风帆的年代，大清邮政的成立意味着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邮政系统的建立不仅连接了遥远的城池和边疆，也缩短了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大清邮政的诞生对历史的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全球邮政网络，促进了国内外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商业、文化乃至外交的发展。Briefing 4. 1926年的春天，广州的天空下，中山舰的炮火撕裂了早晨的宁静。这一声巨响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20事件。中山舰，这艘北洋政府的军舰，被其官兵哗变，此举不仅震动了南方政坛，也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国民革命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矛盾与社会动荡。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哗变，更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革命力量对北洋政府的挑战。中山舰事件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深远，它加速了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势力的削弱，推动了革命进程，同时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Briefing 4. 1931年，在好莱坞的璀璨星光下，一部描绘战争惨烈真相的电影《西线无战事》荣获第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部改编自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同名小说的电影，以其震撼人心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影片不仅生动地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也反映了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无奈与苦难。他的获奖不仅是对电影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和平的渴望与战争的警示。西线无战事成为了反战电影的经典，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电影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的成就预示着公众意识的转变，从战争的荣耀到和平的珍贵。Briefing 5. 1933年，在一个被极端主义和仇恨笼罩的阴霾之下，纳粹德国建立了其首个集中营，这标志着这个国家跌入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该集中营的建立不仅是对权力滥用的一个低点，也是对人性践踏的惊人展示。这些集中营最初被用来拘禁政治意见者、反纳粹分子和被认为是社会不洁分子的人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演变成了屠杀场所，特别是对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者、残疾人以及其他被纳粹视为劣等的群体。那个时代的集中营是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之一，是纳粹集权统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具体体现。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提醒我们永远警惕极权主义的威胁，强调了对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的不懈追求的重要性。Briefing 6. 1939年，欧洲的政治天空被乌云笼罩，纳粹德国的野心逐渐显露无遗。在这一年，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向立陶宛政府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归还克莱佩达 Memo 地区。
这个港口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国际联盟划归立陶宛管理，但德国人仍视其为遗失的领土。里宾特洛甫的最后通牒几乎没有给立陶宛留下选择的余地。面对纳粹德国庞大的军事威胁，立陶宛被迫接受了这一不平等的要求。1939年3月22日，德国国防军进驻了克莱佩达地区，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紧张的局势，并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奏。Briefing 7 1942年，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战场上承受重大挫折之时，美国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被迫撤离菲律宾后，抵达澳大利亚，并发表了著名的"我将返回 "I shall return" 的声明。这句话成为了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士气口号，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对胜利的坚定承诺。当时，菲律宾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麦克阿瑟的这一宣言不仅展现了他个人对菲律宾和菲律宾人民的深厚情感，也体现了美国对其盟友的坚定支持和不离不弃的承诺。1944年，麦克阿瑟兑现了他的诺言，率领盟军成功重夺菲律宾，这是太平洋战争转折点之一。Briefing 8 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正式确立了其在党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年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思想和领导方法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他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毛泽东的崛起是在长期的党内斗争及与国民党的战争背景下进行的。他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并在延安时期提倡整风运动，旨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统一党的指导思想。这些活动加强了他对党的控制，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成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思想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主导地位，这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7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Briefing 9 1959年，西藏的拉萨爆发了冲突，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长期紧张关系的一个高潮。中央政府对发生在藏区的骚乱进行了军事干预，以试图恢复秩序并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被称为拉萨战役的军事行动起始于1959年3月10日，当时藏族群众在拉萨集结，抗议中国政府的统治，支持达赖喇嘛的权威。中央政府认为此次集结是叛乱的开始，并迅速采取了武力行动进行镇压。冲突导致了大量的伤亡和破坏。作为冲突的直接后果，14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从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涯。这次拉萨战役对中西藏关系以及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看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Today's topic 在2003年的春风中，一场暴风正悄悄酝酿，它将以一种无可避免的力量扫过古老的幼发拉底河畔，沙粒在呼啸的风中飞舞。巴格达的天空被不安的阴霾笼罩，而世界的目光则紧紧锁定在即将卷入战争漩涡的伊拉克。当时，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多国联军正蓄势待发，他们的目标清晰，推翻萨达姆海珊的政权。这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它是一场信仰与意志的较量，是对新世纪国际秩序的一次挑战。街道两旁，人们的表情交织着恐惧和困惑，他们在思考这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自由，还是更深重的苦难。在战争的前夜，伊拉克的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铜墙，映照着远方的战舰和坦克的剪影。而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国际政治角力，对武器大规模毁灭的恐惧，以及深层的战略利益冲突。这是一个故事，关于权力、背叛和求生的故事，一个关于伊拉克这片古土地上的人们如何在战火中寻找希望的故事。而这一切都始于2003年那令世界震惊的一声枪响。随着战争的号角一吹响，世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上。多国联军的战机如同怒龙一般穿梭在阴沉的天空，
而地面上的坦克和士兵则在战火和硝烟中前进。战争这个自古以来就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词汇，在伊拉克大地上再次展现了它残酷的面貌，家园被摧毁，生命被夺走，无数普通人的梦想和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化为灰烬。然而，战争绝非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它更是一场观念和信仰的碰撞。对于一些伊拉克人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意味着摆脱了一个独裁者的统治；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对主权的侵犯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国际社会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复杂而分歧的，一些国家认为这是正义的战争，而另一些则坚决反对。战争的余波至今仍在波及着整个世界，它不仅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拉克战争释放出一个信息，在新世纪，全球力量的平衡和国际法的边界正在经历重塑，这一切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是身在战区的平民，还是遥远他国关注战争进展的普通人，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虽然摆脱了独裁统治，但面对的是破碎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的重建。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人，并不能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忘却痛苦。和平的重建比预期更为艰难。国际社会也在反思，这场战争带来的是正义的伸张，还是一个世纪的错误？而今日的我们，也许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试图从中汲取教训，为我们共同的世界寻找一条更加和平与公正的道路。Historical meaning。伊拉克战争不仅是21世纪初的一场军事冲突，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多个层面的深刻影响和长远后果。首先，这场战争标志着国际关系和全球力量结构的重大转折。美国与盟国在未获得联合国明确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这一做法引发了广泛的国际争议和法律、道德的质疑，对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原则构成了挑战。其次，伊拉克战争暴露了情报和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导致了对政府诚信和情报机构准确性的广泛怀疑。在地区层面，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国内产生了政治真空，引发了宗派冲突和极端主义的兴起。ISIS 等恐怖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混乱后果的体现。这一系列动荡对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人道主义角度看，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和难民危机，引发了对战争伦理和军事干预的人道后果的深思。总而言之，伊拉克战争是对国际秩序、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全面考验。它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课堂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其复杂的历史遗产将继续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决策、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全球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持续探讨。